穿越女靠系统，装仙女唯我能见她头顶。那行攻略进度正疯狂报警，而那个让她系统死机的废物正是我苏小满，丞相府那位不通文墨、只爱摆烂的嫡女。我爹大手一挥，直接把书房改成了藏宝阁，把那些孤本换成了夜明珠，让我拿在手里当核桃盘。他说囡囡不爱学就不学，咱们苏家的富贵够你躺着挥霍10辈子。我娘愁啊，说我这懒散性子嫁到婆家定要受气。直到我那当皇后的长姐传话回来，说宫里缺个吉祥物，不用争宠，不用立规矩，只要负责吃喝玩乐就行。当天晚上，我爹连夜把我送进了宫，他握着皇上的手，老泪纵横。陛下，臣这闺女除了能吃能睡，绝无半点野心，您就当养只招财猫吧。就这样，我带着10里红妆进了宫，本以为能安稳躺平，谁知刚入宫就听说御花园出了个疯子。听说那新来的林婕妤正对着花草树木一边扭动一边念着让人听不懂的咒语。念咒语，我听着宫女的描述，心想这哪是念咒，分明是想把花草树木都笑死，好霸占御花园。不过只要他不舞到我面前，我便懒得管。皇上忙着修仙问道，皇后姐姐忙着母仪天下，而我忙着给御膳房的肘子打分，顺便盘盘手里的珠子。我成了宫中第一大闲人，碎玉轩也成了后宫第一避世所。每日睡到日上3竿，宫女连路都不敢走重了，生怕吵着本宫长身体。只要我不作妖，整个后宫都把我当团宠供着。直到那天，那个传说中的疯子林婕妤竟然真的舞到了我面前。她一进门没有任何规矩，上来就冲我伸出一只手，像是要讨债，嘴里还说着什么 “Hello， 美女握个手”。我嫌弃的避开，抓了一把瓜子，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既然软的不行，她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狂吻的笑，不知从哪掏出一根奇怪的绳子，还没等我看清，她手中的绳子就开始飞速甩动，发出呼呼的风声，直冲我面门而来。我下意识想要喊爹，以为他要行刺，结果那绳子只是在他脚下飞快掠过，他一边疯狂跳动，一边气喘吁吁地对我进行精神攻击。安妃娘娘，做人要有梦想，你怎么能天天像条咸鱼一样呢？林婕妤见我不搭理他，不仅不走，还在原地做起了奇怪的动作，一会伸胳膊，一会踢腿。我像看猴一样看着他，顺手递给旁边的小宫女一把瓜子。我家姐姐打小便，按国母培养，这种市井耍猴的戏码，也就是我心善愿意捧个场。可看着看着，我发现不对劲了，这林婕妤的头顶上怎么突然冒出一行悬浮的红色鬼画符？那符咒变幻莫测，最后竟然化作我不认识的字，但我脑子里却莫名懂了他的意思。当前任务吸取苏小满气运，兑换美颜丹。吸我气运，我眉毛一挑，手里的瓜子瞬间不香了。原来不是疯子，是个会妖术的神棍。他跳得满头大汗，眼神却贪婪地盯着我，似乎在等着什么好事发生，想把算盘打到本宫头上。我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林婕妤见我不说话，还以为被他的妖法镇住了，立马换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安妃姐姐，你这种混吃等死的生活是没灵魂的。他凑过来看着我手里盘着的珠子，神神秘秘地说，不如把你的私房钱都交给我，我带你做大买卖，保你赚个盆满钵满。我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紫檀木盒，打开盒子，里面是我从小玩到大的10几颗夜明珠，个个都有龙眼那么大。做买卖就不必了，本宫嫌累。我随手抓起一颗夜明珠，像扔石子一样，叮的一声弹进角落的纯金痰盂里，听个响儿解解闷罢了。林婕妤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那表情比吞了苍蝇还精彩。她那引以为傲的所谓生财大计，在本宫这泼天的富贵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她咬着牙，脸色极其难看。苏小满，你别得意，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说完气急败坏的跑了。我笑了，后悔没多弹几颗珠子吗？不过她这股子疯劲儿倒是没用错地方，转身就去找了那个更疯的皇上。林婕妤这一去，不仅没消停，反而搞出了更大的动静。听说她给皇上献上了一种黑乎乎的水，喝了能让人飘飘欲仙。我那昏君姐夫喝了一口，整个人都亢奋了，直呼此乃天赐琼浆。可我分明看见那杯子里的黑水还在冒着诡异的气泡，看着就不是阳间的东西。而且自从喝了那玩意儿，皇上的眼睛里时不时就闪过一道紫光，看着林婕妤的眼神痴迷的像条哈巴狗。我头顶上的那行红色鬼花符又变了，控制皇帝进度5成，即将吸取国运。好家伙，原来是个窃国贼。为了哄林婕妤开心，皇上竟然连早朝都不上了，说是要陪爱妃参悟什么天书大道。姐姐气得头疼，让我去劝劝。谁知我刚走到乾清宫门口，就看见一堆太监宫女正抱着衣服往外跑，一个个面红耳赤的。我拦住一个小太监一问，差点没背过气去。皇上竟然下旨，从明天开始，全宫上下都不许穿厚重的宫装了，要穿林婕妤设计的神仙新衣。如果说之前的操作只是要钱，那现在的操作简直是要命，要我的命。我看着内务府送来的衣服，两眼一黑，这哪是衣服啊？那布料少得可怜，荧光绿的颜色像极了坟头的鬼火，还非要把肚子露在外面。可林婕妤穿着这身行头，踩着2根细木棍，在太和殿前走起了像鸭子一样的步子。皇上坐在高台上，看的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直夸这是解放天性。平日里端庄的妃嫔们，一个个羞得满脸通红，还得硬着头皮跟着扭。我默默地从袖子里掏出一块黑纱蒙在眼上，别问问，就是太辣眼睛，怕长针眼。姐姐气得浑身发抖，想去劝谏，却被皇上一句愚不可及给怼了回来。皇上甚至觉得这还不够刺激，为了配合林婕妤那所谓的大国梦，他把目光投向了那片100年的牡丹园，挖，给朕狠狠地挖。伴随着皇上一声令下，好好的御花园瞬间变成了烂泥坑。因为林婕妤说她在梦里得到神谕，这底下藏着黑色黄金。她说只要挖出来，大梁就能造出无敌战车横扫天下。我坐在凉亭里，看着满身泥点的皇上像个傻地主一样在坑里刨土。姐姐实在看不下去了，冲过去拦着，却被林婕妤指着鼻子骂，皇后娘娘，你这是在阻碍大梁的国运，你知道那黑水多值钱吗？国运我不懂，我只知道皇上的脑子是彻底坏了。
挖了3天3夜，除了挖出几具前朝宫女的白骨，连个油渣子都没看见。皇上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御花园也被毁得面目全非。我叹了口气，慢悠悠地从腰间摸出一杆玉骨烟枪，放在手里轻轻摩挲。这把火也是时候该添点柴了，因为挖不出黑水，国库里的银子倒是快被这2人霍霍光了。没钱了怎么办？正常人会想着省吃俭用，但林婕妤不一样，她是个天才。她拿出一叠自己画的鬼画符，说这是宝钞，以后大梁不许用银子，都用这个买东西。皇上居然信了，他还下旨，谁敢拒收宝钞，就是抗旨不遵。一时间，京城的百姓拿着手里的废纸，连1斗米都买不到，哭声震天。我看着那一堆花花绿绿的废纸，冷笑一声，让管家连夜把丞相府名下的所有铺子都关了。想拿废纸换我的真金白银，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林婕妤看着空荡荡的国库和手里花不出去的废纸，终于急了。她趴在皇上耳边吹风，陛下，虽然国库没钱，但丞相府有啊。苏小满那个女人手里全是钱。皇上的眼神瞬间变得贪婪又凶狠。就在这天夜里，一个熟悉的身影悄悄摸进了我的碎玉轩。来的人不是刺客，是我那当皇后的亲姐姐。平日里威仪天下的她，此刻却红着眼眶，一脸憔悴。小满，姐姐后悔了。她抓着我的手，声音都在发抖。当初就不该让你进宫，如今皇上疯魔成这样，怕是要对咱们家动手了。看着姐姐这副模样，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我拍了拍她的手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桂花糕，塞进她嘴里。姐，别怕，咱们家别的不多，就是钱多，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送走姐姐后，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窗外的风呼呼地刮着，树影婆娑，像极了张牙舞爪的鬼怪。突然，窗棂被轻轻扣响了3下，一个低沉又带着几分戏谑的男声在窗外响起。小骗子躲在宫里吃香喝辣，就把债主给忘了。我心头一跳，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我猛地推开窗户，月光下，一个身穿夜行衣的男人正倚在窗边，手里还把玩着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虽然蒙着面，但那双像狼一样狠厉的眼睛，我化成灰都认识。萧景，当朝摄政王，也是唯一的异姓王，怎么不认识本王了？他摘下面巾，熟门熟路地翻进屋，顺手拿走了桌上那盘我也没舍得吃的烧鸡。看着他那副无赖样，我就想起了5年前，那时候我不懂事，去酒楼豪掷千金，把他当成了那种给钱就能办事的护院，还扔给他一锭金子，说要买断他。谁知道这货记仇记到现在，当年的那锭金子，本王可是连本带利来讨了。他凑近我，热气喷在我的耳边，苏小满，这笔账咱们怎么算？我刚想对回去，却不知道就在窗外的草丛里，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正闪烁着微弱的红光。那闪烁的红光，我只当是指不知死活的萤火虫。谁知第2天，它就成了那林婕妤手中的索命符。大殿之上，林婕妤不知施了什么妖法，竟凭空变出一道光幕。光幕里，我和萧景那晚在窗边的影子，竟如同活了一样，在半空中动了起来，连声音都清清楚楚。这是天眼，是上天对这淫乱恭维之人的惩罚。林婕妤指着我，那一脸的正义凛然，差点让我把隔夜饭吐出来。满朝文武吓得跪了一地，直呼神迹。就连我那昏君姐夫也瞪大了眼睛，指着空中的影子，手抖得像得了帕金森。苏轼，你竟敢背着朕与那个煞星私通！我看了一眼那光幕，心里冷笑，什么天眼，不过是些江湖术士都不屑用的障眼法罢了。可这昏君信了。林婕妤笑了，还没等我开口辩解，那一队全副武装的御林军就已经把我的碎玉轩围了个水泄不通。有钱也是一种罪吗？在这吃人的皇宫里，怕是连呼吸都是错的。碎玉轩外，御林军手中的长枪寒光凛凛，那林婕妤站在最前面，手里捧着2卷明晃晃的圣旨。苏轼接旨，他那一脸小人得志的模样，比那圣旨还刺眼。第1道圣旨念得冠冕堂皇，安非苏轼德行有亏，贬为庶民。我听着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庶民好啊，庶民自在。可紧接着他又阴笑着展开了第2道密旨，庶人苏轼秽乱，宫未着，赐毒酒1杯，好一个连环套，先贬后杀。这是怕我那丞相爹爹和摄政王在朝堂上发难，所以要在这深宫里悄无声息的要了我的命。眼看着小太监端着那杯冒着黑气的毒酒逼近，我慢条斯理的从腰间摸出那杆玉骨烟枪，手指轻轻扣在机括上。想杀我，那也得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受得起本宫这一枪。就在我准备要把这碎玉轩变成修罗场的时候，一声厉喝如同惊雷般炸响，谁敢动苏家女儿？我那当皇后的长姐一身正红凤袍，手举一块生锈的铁牌，大步流星的闯了进来。那是先帝御赐的单数铁券，上打昏君，下斩奸臣，除谋逆大罪外，苏家子孙皆可免死。御林军见了这东西，吓得哗啦啦跪倒一片。林婕妤傻眼了，她那所谓的妖术，在这祖宗留下的铁律面前，屁都不是。皇上也被惊动了，看着那块铁牌，脸色黑得像锅底，却半个杀字都不敢说。毕竟他还要靠着孝道治天下，违背先帝遗命，那就是动摇国本。最后他只能咬着牙，恨恨地改了口谕：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将苏轼发配皇陵，为先祖守墓，永世不得回京。我看着姐姐那微微颤抖的手，心里一暖。守墓只要出了这笼子，那是守墓还是度假，还不是本宫说了算。这金丝笼的大门终究是开了，他们以为是流放，我却觉得是刑满释放。我脱去了那一身繁琐的宫装，换上了轻便的素衣，手里只捏着那杆玉骨烟枪。走出宫门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这巍峨的红墙，这里面埋葬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又养肥了多少像林婕妤这样的跳梁小丑。哟，这不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安妃姐姐吗？林婕妤果然在宫门口等着看我的笑话。她骑在高头大马上，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没有了家族的庇护，你在这个世界连只蚂蚁都不如。我抬头看着她头顶那行已经变成即将吸取国运的红色鬼画符，轻蔑一笑：林婕妤，你真以为靠着那些妖术就能赢？这世道有时候钱比妖术好使，而脑子比钱更好使，可惜这2样东西你都没有。她被我那个眼神激怒了，正要发作，我却已经转身上了那辆破旧的马车。出了城门没多远，我那破马车就被拦住了。拦路的不是别人，正是阴魂不散的林婕妤。这次她没骑马，而是穿了一身古怪至极的铁皮壳子，那铁皮把她
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关节处还冒着黑烟，活像个成精的铁桶。哈哈哈哈！苏小满怕了吧？林婕妤在铁桶里发出闷闷的声音。这是本宫用国运兑换的未来战甲，刀枪不入，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我坐在马车辕上，手里攥着烟枪，差点笑出声来。这就是他引以为傲的神器。且不说这玩意儿笨重的，连路都走不稳，就那铁皮的厚度，怕是连我家厨房的铁锅都比不上。你管这叫战甲？我摇了摇头，满脸的嫌弃。我家收破烂的都不收这种废铁。林婕妤气得在那铁桶里哇哇乱叫，笨拙的想要冲过来。与此同时，道路两旁的树林里突然窜出10几个黑衣杀手，看来他是铁了心要我在去皇陵的路上意外身亡了。我握紧了手中的烟枪，那10几个黑衣人如饿狼扑食般冲了上来，手中的钢刀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林婕妤躲在那铁皮桶里，发出刺耳的怪笑，给我上，把他剁成肉泥。我那可怜的马车夫早就吓跑了，受惊的马儿嘶鸣一声，拉着破马车就开始狂奔，剧烈的颠簸让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那本就朽烂的车轴断了，整个车厢向一侧倾倒，狠狠地摔在地上，激起一片尘土。我被摔得七荤八素，还没等爬起来，一只大脚已经踹开了车帘，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直直地朝我的面门劈来。去死吧！那杀手狞笑着，似乎已经看见了鲜血飞溅的场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手中的玉骨烟枪猛地一转，机关扣动，咻！一枚淬了麻药的银针裹挟着劲风从烟嘴中激射而出。这银针是我花重金找唐门定制的，别说是人，就是头大象也能瞬间放倒。我这招含沙射影练了无数遍，闭着眼都能命中眉心。可这一次，我却听到了叮的一声脆响，那必杀的一针竟然被2根修长的手指稳稳地夹住了。我心头一凉，完了，遇到绝顶高手了。正当我准备闭眼等死的时候，一个熟悉的戏谑声在头顶响起：“小骗子刚见面就要谋杀亲夫啊！”我猛地睁眼，只见萧景一身玄色锦袍，如天神降临般挡在我的身前。他随手一挥，指尖的银针便如闪电般飞出。那个踹门的杀手连惨叫都没发出，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车外原本嚣张的喊杀声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脚步声。那是萧景的亲卫黑甲军。林婕妤那引以为傲的铁桶战甲，在黑甲军的长矛面前，脆弱的像个纸糊的灯笼，几下就被戳成了废铁。萧景弯下腰，一把将我从破烂的车厢里抱了出来。去皇陵的路已经被本王接管了。他看着我，眼底满是笑意。你现在去哪？本王说了算。萧景把我塞进了一辆宽敞豪华的大马车里，车里铺着厚厚的白虎皮，桌上还摆着我最爱的冰镇葡萄。咱们这是去哪？不去皇陵可是欺君之罪。我一边往嘴里塞葡萄，一边假惺惺地担心着。萧景剥了颗荔枝递到我嘴边，嗤笑一声：“欺君那也得那是明君才行。”他打了个响指，车窗外的暗卫立刻递上来一幅画卷，画上一个穿着我旧衣服的女子正跪在皇陵的石碑前，啃着干硬的窝窝头，一脸凄惨。那个苏树人已经在皇陵思过了。萧景指着画上那个背影，酷似我的替身。至于真正的苏小满，此时此刻正在京郊的避暑山庄里享受着这偷来的闲暇时光。林婕妤的探子回报说，苏树人已经瘦得皮包骨了，连站都站不稳。他哪里知道我那是吃饱了撑的，躺在软榻上不想动弹。马车一路疾驰，终于停在了一处依山傍水的庄园前。看着那块写着苏府别院的金字招牌，我长舒了一口气。这可是我爹偷偷塞给我的嫁妆，也是我最后的退路。这避暑山庄虽然比不上皇宫大内巍峨，但论起舒适，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满园的瓜果蔬菜长势喜人，鱼塘里的肥鱼欢快地吐着泡泡。自打入宫后，我还是第一次觉得饿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转动着烟枪，歪头看向身边的萧景。王爷，你看这园子里的菜是不是都在喊着快来吃我？萧景被我气笑了。他堂堂摄政王，平日里拿的是兵符，批的是奏折，如今到了我这儿，却只能挽起袖子，脱了靴子下地给我挖红薯。小馋猫，我那还有几百斤刚从北疆运来的牛羊肉。他一把将我扛在肩上，大步流星往厨房走。你莫要再看了，再看这地里的菜都要被你眼神烤熟了。在山庄的日子简直是神仙不换，不用看皇上的臭脸，不用听林婕妤的疯话，我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想吃几顿就吃几顿。唯独有一点不好，那就是萧景这个债主来的也太勤了些。王爷，您摄政王府是没米下锅了吗？我看着正坐在我对面大口嚼着烤羊腿的萧景，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已经是这个月他第18次来视察了，每次来也不空手，今天带只熊掌，明天送筐大闸蟹。若我不收，他便说是给我的伙食费。不过几日功夫，本来空荡荡的厨房就被他塞得满满当当。本王是怕你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岭的饿瘦了。萧景擦了擦嘴角的油渍，理直气壮地指了指门外的菜地。再说了，那几亩地还是本王帮你翻的呢。我看着窗外那片被他翻得乱七八糟的菜地，无语凝噎。堂堂大梁战神不去边疆杀敌，跑来给我种菜，这要是传出去，怕是那林婕妤都要笑掉大牙。提到林婕妤，萧景的脸色沉了几分。宫里那位还在等着你的死讯呢。他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封密信。他最近给皇上喂了种长生不老药，说是能让人返老还童。我接过信一看，眉头瞬间皱了起来。朱砂、水银、铅粉，看着密信上那所谓的仙丹配方，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哪是长生不老药啊，这分明就是一张通往阎王殿的加急门票。可林婕妤却信誓旦旦地跟皇上说，这是从天书上求来的金丹，吃了能羽化登仙。听说皇上服下后确实精神亢奋，整宿的不睡觉，拉着宫女太监在御花园里裸奔，说是要吸收天地精华。我看他那不是精神好，是回光返照，离死不远了。林婕妤却高兴坏了，因为他头顶那行红色的鬼画符又开始疯狂闪烁，控制皇帝进度9成。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大功告成，却没注意到那红色符咒的边缘已经开始泛起诡异的黑气。警告警告，民怨沸腾，国运正在崩塌。可惜被贪婪蒙蔽双眼的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为了让皇上高兴，他竟然又出了个更损的馊主意。皇上突然下旨要在宫里修一座直通云霄的通天塔，
以此来迎接神仙下凡。修塔需要铁，国库没钱买铁怎么办？林婕妤大手一挥，那就让百姓捐。于是，一道荒唐至极的限铁令颁布了，官兵像土匪一样冲进百姓家里，不管是做饭的铁锅，还是种地的锄头，通通抢走，扔进熔炉里化成铁水。一时间，大梁境内哀鸿遍野，百姓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了。我坐在避暑山庄的凉亭里，看着桌上滋滋冒油的烤全羊，再看着密信里那一子儿时的惨状，手里的筷子怎么也落不下去了。这江山算是被他们毁完了。萧景坐在我对面，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就在这时，山庄的大门被人敲响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丞相府的大管家。他满头大汗，怀里还抱着一堆账本。二小姐，不好了，京城的宝钞塌了。林婕妤发行的那些鬼画符一样的宝钞，终于变成了一堆废纸。百姓们拿着换不来1粒米的纸片，愤怒地冲向了皇城根。林婕妤在宫里急得团团转，她对着空气疯狂大喊：系统给我兑换无敌神兵，我要镇压这群刁民。往日里对她有求必应的那个妖术，这次却像是个死物。她头顶上的红色符咒，此刻正显示着一行刺眼的字：国运衰竭，物价飞涨，兑换一把神兵需1亿积分，当前余额不足1亿，你怎么不去抢？林婕妤气得在那跳脚，把店里的花瓶砸了个稀烂。我是女主，我有光环，你不能这么对我。可惜她那所谓的系统是个只认国运不认人的冷血怪物，没了妖术傍身，她就是个只会发疯的泼妇。而此时在避暑山庄内，我正慢悠悠地推倒面前的一张牌，就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至尊宝通杀！我将手中的天牌重重地拍在桌上，清脆的响声在屋内回荡。坐在我对面的除了萧景，还有乔装打扮进来的户部尚书和九门提督。他们看着那副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二小姐这手气真是绝了！九门提督拱了拱手，京城9门的守卫已经全部换成了咱们的人，国库里的存银也早就转移到了苏家的钱庄。户部尚书擦了汗，一脸敬佩。那林妖妃现在守着的不过是个空壳子。我捏起一颗葡萄丢进嘴里，漫不经心地转着手里的玉骨烟枪。既然牌局已经不好了，那就该收网了。萧景站起身，此时的他不再是那个陪我种菜的闲散王爷，他那一身玄色铠甲在烛光下泛着森冷的寒意。今夜本王便去接皇后娘娘，还有那只金丝雀出笼。皇宫内乱成了一锅粥，愤怒的百姓正在冲击宫门，喊杀声震天响。而乾清宫里，我那昏君姐夫正躺在龙床上，大口大口地吐着黑血。爱妃，朕这是怎么了？朕的仙丹呢？他枯瘦如柴的手死死抓着林婕妤的衣袖，眼中满是惊恐。林婕妤此时也慌了神，她一边用力掰开皇上的手，一边胡乱解释：陛下，这是排毒，对，是排毒，吐出来就好了，吐出来就能成仙了。排毒！皇上猛地瞪大眼睛，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怪声，紧接着一大口黑血喷了林婕妤一脸。就在这时，一个小太监连滚带爬的冲了进来。不好了，不好了，宫门破了，摄政王反了！林婕妤一屁股坐在地上，顾不上擦脸上的血，对着空气绝望的嘶吼：系统救我，快给我开无敌模式！与此同时，避暑山庄的大门被人叩响。我打开门，只见姐姐的贴身宫女气喘吁吁的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竹篮，篮子里是一条活蹦乱跳的鲈鱼，那是姐姐给我的暗号：鲈鱼入局，鲈鱼便是入局。姐姐这是在告诉我，这出大戏终于要唱到最后的高潮了。我换上一身不伦不类的道袍，混在一群进宫做法事的道士队伍里。此时的皇宫大门口早已是一片修罗场，百姓拿着锄头扁担在撞门，御林军却像没看见一样，只顾着往后退。因为守门的统领早在1个月前就被我那户部尚书的弟弟用银子砸成了自己人。开门，迎神仙！随着一声高喝，那扇朱红色的宫门在沉闷的吱呀声中缓缓打开。我混在人群中，踩着一地的狼藉，直奔乾清宫。一路上，平日里耀武扬威的那些女兵，此刻跑得比兔子还快。还没进殿门，就听见林婕妤那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不可能，我有系统护体，我是天选之女，皇上怎么可能死？我脚下一顿，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天选，在这个用钱和权堆出来的世界里，你的天塌了。乾清宫内，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混合着丹药的焦糊味，呛得人想吐。我那昏君姐夫此刻正四仰八叉的躺在龙床上，眼睛瞪得老大，就是进气多出气少了。姐姐一身素衣，手里捻着佛珠，静静地站在床边，她的脸上没有悲伤，只有一种大仇得报的释然。林婕妤，皇上这是飞升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姐姐的声音冷得像冰。林婕妤披头散发，满脸是血，正疯狂地在虚空中抓挠着什么。系统兑换复活甲，兑换加特林，快给我杀光他们！他手里抓着一根烧火棍，对着姐姐和我比划着，嘴里发出突突突的怪声。周围的妃嫔们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我摇了摇头，走到他面前，用烟枪挑起他的下巴。省省吧，你的那个妖术怕是也跟着皇上一起飞升了。林婕妤猛地抬头，死死地盯着我。他头顶上那行曾经不可一世的红色鬼画符，此刻正在剧烈的闪烁，发出一阵阵刺眼的白光。紧接着，一行黑色的字符现出来：宿主祸乱朝纲，大梁国运清零，系统能量耗尽，强制解绑。噗！随着一声轻微的闷响，那行字彻底消失了。林婕妤手里的烧火棍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她眼里的光灭了，没了，都没了。她瘫软在地，像一滩烂泥。周围那些平日里被他逼着穿露脐装跳大腿舞的妃嫔们，此刻终于忍不住了，打死这个妖妃！不知道是谁喊了一挑头，一群平日里娇滴滴的美人，此刻却化身为母老虎，一拥而上。我拉着姐姐推到一边，顺手从桌上抓了把瓜子。这场面比当初她在御花园跳大神可好看多了。皇上驾崩，妖妃下狱，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环节——抄家。我带着萧景的黑甲军一脚踹开了林大将军府的大门，给我搜，掘地3尺也要把民脂民膏给我吐出来。这林家不愧是靠着国运发家的，地窖里堆满了黄金，书房的夹层里全是地契，就
连后院的狗盆都是纯银打造的。看着那一箱箱被抬出来的金银珠宝，我手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二小姐，这林家滩的银子怕是能抵得上大梁10年的税收了。管家在一旁看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我冷笑一声，把烟枪别在腰间，全都充公，正好拿去填补国库的亏空，顺便给百姓发点安抚费。什么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就叫专业的劫富济贫。天牢里阴暗潮湿，林婕妤缩在墙角，身上穿着囚服，再没了往日的嚣张。见我来了，她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扑到栅栏前。苏小满，别杀我，我知道很多秘密，我会造玻璃，我会造火药，我还会造一种叫原子弹的神器，只要你放了我，我把图纸都给你。我看着他那副疯癫的模样，只觉得可笑。姐姐从我身后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酒。林婕妤，你说的那个火药，工部试过了，炸膛了3次，死伤了5个工匠。至于你说的玻璃，烧出来的全是废渣。姐姐的声音平静无波，你的那些神迹，在这个世道除了害人一无是处。林婕妤愣住了，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上路吧，我转过身，不愿再看他一眼。身后传来了酒杯落地的声音，这场闹剧终于落幕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在百官的苦苦哀求下，摄政王萧景黄袍加身，登基为帝。而我这个曾经的安妃，现在的丞相府千金，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大麻烦。这凤冠是用铁打的吗？怎么这么重？我坐在梳妆台前，被那顶镶满了宝石的凤冠压得脖子都要断了。小祖宗，您就忍忍吧，这可是皇后的大典。喜娘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我一把扯下凤冠，气鼓鼓的趴在桌子上。我不干了，谁爱当谁当，我要回山庄种地。种地。萧景一身明黄色的龙袍，笑着走了进来。他挥退了左右，亲自拿起凤冠，却是从里面拆掉了一层沉重的金托。早就知道你嫌重，特意让人做了空心的。他把轻了一半的凤冠戴在我头上，眼神宠溺。这下我的皇后娘娘肯赏脸了吗？大婚当日，红妆10里，我被萧景牵着手走在那长长的汉白玉台阶上，底下的文武百官跪了一地，山呼万岁。我却只想打哈欠，这流程也太繁琐了。祭天祭祖受礼，我感觉我的腿都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趁着百官叩拜的空档，我悄悄挠了挠萧景的手心。皇上，臣妾累了，能不能跳过这些步骤，直接入洞房啊？萧景身子一僵，耳根子瞬间红透了。他低头看了我一眼，压低声音道：苏小满，大庭广众之下，你能不能矜持点？矜持能当饭吃吗？我想睡觉。我理直气壮地瞪着他。萧景无奈地叹了口气，突然弯腰，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一把将我打横抱起。既然皇后累了，那便礼成送入洞房。台下的大臣们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而我缩在他怀里，笑得像只偷腥的猫。多年后，御花园，春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我躺在专属的逍遥椅上，手里捧着一壶上好的碧螺春。不远处，一大一小2个身影正在放风筝。大的那个穿着龙袍，却毫无形象地跑来跑去；小的那个迈着小短腿，嘴里喊着父皇快跑。姐姐依旧是太后，坐在我对面，手里剥着橘子。看来这后宫里还是你最会享福。她笑着把橘子递给我，我接过橘子，看着那对父子，心里满足的冒泡。谁说穿越女代系统就能赢？谁说咸鱼就没有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找个最粗的大腿，躺最软的床，睡最安稳的觉。如今这江山是他的，而他是我的。我翻了个身，调整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这才是人生赢家该有的样子。